房贷一族拼买房，200万头期款买郊区的中古屋。先搞懂这2大银行风险，免得日后难脱手啊。先说结论，郊区的房子我也没觉得不好啊，只是在房市冷的时候，那你就很不好脱手。比方说你现在一个郊区，你要怎么卖哦？还有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该买台北蛋白还是新北蛋黄，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有200万买郊区中古屋好吗？这次来讨论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有220万买中古屋会不会有风险？网建一关键劝，真心不建议哦。那内容是这样，就是台股现在不是3万点，我靠然后有一个网友是真的赚到头期款然后就想说要不要拿这个钱去买房子，然后他看一看，他想要买在郊区的中古的2房，总价1000左右，但是因为没有迫切的需求，就不是刚需。来，你看这个就是我说的，股市赚到钱之后的落袋为安的去处是哪里？他就从股市跑出来，你要他怎样？你要他 all in 期货，怎么可能？还不是跑来房地产所以现在是基本面对房地产来说，这是一片向好就对了，反正大家都有钱，然后只要台股来个什么莫名其妙的震荡，落袋为安紧的紧酸跑出来以后，这些钱跑到哪里去？跑到房地产的几率一定是几乎是每个落袋为安的人的选项，就这样。所以你看嘛，你看元波他也不是刚需嘛，就来问大家意见，他会选这个是因为总价1000，就这样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个就是典型落袋为安的思考股市有赚到钱，怕抱不住嘛不然落袋为安那为安要按在哪里？按在房子就这样你看我频道那么久了，你也知道我会说什么，问就是买，你再问我就叫你再买，那就这样。只是买哪边就要想一下呢，因为郊区中古小2房有没有危险？有危险，真的有危险，就是你未来要脱手会不好脱手。原因就是说，现在不管是钱或是人都在往蛋黄集中这叫什么回防蛋黄这样。那你郊区的房子未来有可能很不好脱手，因为等你要卖的时候，你的中古只会变成什么老中古你就是2房就家庭租客想要3房又在郊区本来租的人就少，我直接这样子讲好了，郊区的小2房就会变成小2房就会变成地段弱加产品弱的这个组合，你要卖就是只能趁市场热的时候趁乱给它卖掉，真的是这样才会好卖。当然你如果是说没差我就有租没租就算了，反正这真的只是我落袋为安，我把钱存成那就是我存钱筒而已没有差的话那就没差或是你自己要在里面住到挂那就没差，想买哪你就买哪。再来你要知道你很可能会需要补钱在银行的眼中，郊区的房子常会遇到2个状况，我会看先猜这2件事情择一发生。第一，建价偏低；第二，贷款成数不足。因为银行最重要的看的是实登的数字，他不是看你签约你跟人家签多少他带你多，不是这样，是他觉得这间房子多少银行要保护他自己的本金你那个一贷款给他贷8成甚至2屋你给他贷5成，你看那个首购你才出2成银行出8成银行出的钱比你多那么多你都会怕，他不会怕所以建价偏低就是他保护自己的方法手段然后导致贷款成数不足就这样郊区房子的交易量往往比较少他是讲郊区他不是讲什么从化区的新建案交屋之类，他是这样讲，所以我就估计是郊区的中古屋这样它的交易量就比较少嘛最常遇到问题就是实登很久都没动，可能最近一笔实登已经2-3年前了，也就是说实登并没有反映出正确的行情，但是卖方通常都是从邻居或朋友那边听到成交价，好，此时就会发生一个情况，就卖方想要卖你行情他认为的行情，可是银行的建价还在看实登，2-3年前他说这个没那个行情然后银行说好啦，不要说我对你不好，我也一样放你8成低建价的8成你说哇靠这样的对我来说只是6成多7成而已，我还要补钱，就发生了嘛我跟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卖方会听说某某邻居某某朋友卖多少多少，然后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卖这个价钱，他也不管人家是高楼层景观户，没有他低楼层面中庭，听到人家有那我也要例如说隔壁栋的高楼层有景观1000万就要卖掉，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我也要卖1000万就这样，可是银行一评估觉得你这个是低楼层面中庭你这个只能900就建900给你，
但是你跟对方签一签啊，这中间就差了100万的价差哦，那你就要想办法去升了哦，升那个首购的部分哦，就是100万的2成啊，哦，就是这样。就算银行愿意建到1000万，也因为房子在郊区，他也会担心之后不好卖，贷款的成数哦，可能也会只给你7成。这是真的哦，银行本来就有在分贷款的 A、B、C 区哦，就像银行也在看地段啊，反正弄到最后，你可能就要多补钱哦。最后你要知道，宁买小不买远哦，这就是为什么老破小市区的老破小哦，还是如此有战斗力的原因哦。我的建议是以现在房市的状况来说，我会建议你还是地段比较重要哦，宁可你去买一个好地段的小房子，也先不要想说去买郊区的大房子，因为你现在要买哦，还是郊区的小房子，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倒行逆施啊。哦，现在最好的做法还是先买蛋黄区的小宅，然后一路给它小换大，旧换新，一路换上去哦。那如果你认为蛋黄区的小宅你买起来有压力，屋龄啊，对不对？你就把屋龄再往后，它是蛋黄安啊，屋龄啊，哦，屋龄再提高，你本来觉得20年就很老了，啊，那你就看30年了，就这样哦。那你就会突然发现，这个都还是有办法的，就这样。那让自己有能力去买到蛋黄区的小宅，再来考虑自产这件事情会比较理想。如果你今天选了一个郊区的小宅，等到未来你想要换回市中心，那你又难脱手哦，你甚至可能要平售哦，就没赚没赔卖掉，然后赔那个交易成本，甚至要赔一售。另外，现在年轻人的买房观念也逐渐都在转变，大家更重视生活机能跟交通嘛，还有消费，消费是重要的。那蛋黄区的小宅未来还是很受市场青睐的，就这样。而且很多人会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选择了蛋黄区的时候，你的生活圈也会逐渐改变你身边接触的人、掌握的资讯，以及那个什么里长在那边什么大家去拜拜的那个游乐，出现在同一个游览车，大家的身价都是对不对都蛋黄区的身价，无形之中它都会促进你的进步，累积到你更强的人脉。老高不是有拍一集吗？他认为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有一个真的是可以操作的方式，立即可操作的方式就是搬家，搬到更有机会的地方。我们讲风水嘛，风水一个城市发展起来它就是风水好的地方，这整个城市为单位在发展，那你去这个风水好的地方，机会都比较多了。就这样，长期来看会让你更有机会怎样小换大，旧换新，提升你的生活品质。所以先忍一下，你至少还在蛋黄。未来不论是资产的流通性或是生活品质，或是个人职涯的发展空间，都有机会更加顺利。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的手上有220万的头期款，应不应该去买郊区的中古屋？那我先分析了郊区房子可能会遇到银行建价偏低，或是贷款成数不足的风险，并且我也指出了未来这种房子可能难以脱手那结论就现阶段你还是优先考虑蛋黄区啦，小宅就给它小老宅就给它老蛋黄啦。你初期可能辛苦一点，但长期来看，不论保值、生活品质或未来换屋的弹性，都是风光大盛的，真的那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买郊区的房子哪个优点最吸引你？ A. 可以养很多宠物， B. 空气比较好， C. 车子可以乱停。对那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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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po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置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置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
啊，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咯。那主角叫做小虫，他最近烦恼的事情就是买房子他跟他女朋友交往3年多，快4年，那也差不多要结婚家人开始上压力你要结婚啊，去买厝啊就这样你未来小孩出生啊，不要再继续租房子等等。然后他就开始到处看房子，看来看去，每次都卡在房子的大小，到底要蛋黄的小房子还是蛋白的大房子嘞他本来想的很简单觉得他南部人不是那个北部那他本来想的很简单，就是觉得自己住的舒服就好反正他不是买来投资，他是真的要自己住的然后他说他有一天看到那个 YouTube 看到我频道，他听我在讲，就是说那个现在前往蛋黄区集中重大建设蛋黄区也比较多消费也都集中在蛋黄未来蛋白也没有不好，它就是比较难卖然后涨幅就反正蛋黄领涨这样。他听了之后就有点犹疑然后反正赖上就是这样我听他的描述，他要买的地方其实也没那么蛋白还是有点接近蛋黄，就这样。那我还是跟他说听起来还可以但是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重大建设要盖，有的话那你就去小虫就去做功课，他还说什么问里长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就这样。又跑来问我就跟他说，我认为第一间房子增值都还好，保本比较重要，真的是保本保本跟家人喜欢，你的另一半喜欢比较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在累积资产的阶段，我们不能有闪失，你知道吗？我们都是输不起的人我们这辈子没咬过一个东西叫金汤匙那他也听到了反正他就跟我说，最后还是买然后买一个蛋黄区的小房子，老房子他很聪明，他没有用掉新青安，因为他说他跟他老婆现在那边住，之后小孩要出生的时候，他看就要把这间出租，就这样，然后之后再看情况把它卖掉，小换大旧换新。他还特别跟我说，他有去参考那个什么远期预售，远期预售就是要盖很久的可能5年后8年后交屋的真的有8年后交屋那他想说慢慢付头期款比较有压力嘛，然后他家人不同意，他说哇靠，那就叫你结婚就是为了小孩什么，你还选一个那么远的就这样，所以就不了了之总之就是这样，几年后的事情谁知道。那他也更加努力工作，他跟我说他现在开始兼差去接一些案子来补贴家用，反正就这样很不错我认为你看这个人生会走向比较正当的循环。就没钱嘛，没钱就是努力一点嘛，他不跑外送，他怕危险，然后接案子，工程师然后接案子，然后赚钱就这样，然后生活我看也是蛮 OK 的就是准备结婚，然后结婚之后准备生小孩，然后之后再来个小换大旧换新，不错的这至少是个认真负责的男人。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2邻居，对付2房东，对付2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